人生无常啊，什么时阵呢？刹那之间啊，无常现前啊，苦无苦啊，苦啊！拄则一大家人真平安啊，自在啊，忽然间呢，无常现前啊，苦不堪啊！那有理不尽啊，这就是一切的烦恼。就是佛陀呢，爱咱大家人啊，会当头彻底呢了解无常啊。人们常说21世纪是一个新时代，但对于地球来说，却是灾难日趋频繁的时代。这个世纪刚开始，从2001年台湾纳莉风灾、2002年331大地震开始，2003年 SARS 疫情和伊朗巴姆大地震，到2004年底南亚大海啸，2005年卡崔娜飓风和巴基斯坦大地震，层出不穷的各种天灾人祸，象征着给世人的强烈警讯。2004年耶诞节过后的第2天早上，印尼雅琪发生规模9.1的强烈地震。震后引发的海啸高达30公尺，波及印度洋沿岸，远至非洲东岸的12个国家，至少29万人死亡或失踪，超过51万人受伤。这是一个国际间的大灾难，尤其是呢，斯里兰卡一直在呼吁国际的人赶紧给救济。救济只是一个文字呢，赶紧去给关怀。但是咱呢，应该爱呼吁天下灾难匹夫有责啊！每一个人都爱有责任呢。天灾呢，都是因为人祸开始啊。你做好事啊，那就是顺势的这个天理的循环。假如呢，咱若是做恶事啦，这叫做逆天理，逆天而行啊，那天的处事就会乱啊。所以天灾呢，是起自人祸，人所做出来。所以，咱应该爱来很尽人事，就是要顺天理，才有法度通改变呢这个天地的这个循环。所以，咱唔好想讲哦，在印尼离我们很远，泰国也离我们很远。也不要想斯里兰卡、南印度离我们很远，可要知道，我们呼吸的空气呢是同一片天啊，我们所踏的、所住的是同一片地啊。你看一讲，印尼这里板块一动了，你看就会影响到了。这个其他的地方也动起来，海啸呢也发生了。所以讲起来，咱应该脚是大地，共一个地，一片地球的土地里，互相息息相关啊。所以咱爱定定发好心，立好愿。慈济针对南亚海啸受灾国家的救援募款专案，后来定名为“大爱尽南亚，真情敷苦难”。
于接下来10年间，共计受惠超过1280万人次，动员志工超过26万人次，责定重灾区印尼雅琪、日惹与斯里兰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地，先做急难关怀的物资发放，给予帐篷、附设浴室、厨房等临时居住之用，以及提供净水设备等等。接着兴建长期主屋大爱村造镇计划，于斯里兰卡有649户，印尼雅琪3处共2566户，总计安置了12700多人。为了这一波呢，全球慈济人都动起来啊！慈济人啊，分成了2个大重点。一个大重点是在雅琪本土，有印尼的慈济人专心照顾好，那么台湾的慈济人还有马来西亚的慈济人，那都是呢轮流在这汉班托塔。人最多的时候有8、9国的人医会哦，济聚一堂。我说8国联军呐，8国医疗哦，在那里呢轮流在那个所在坐镇呐。这1、2个月的时间，海啸呢真的人死亡很多啊，那房屋呢都已经破损掉了。所以我们呢选择一块很漂亮200多甲的土地，他们政府啊那一片提供给慈济，帮他们规划，还有呢执信所，还有呢他们的宗教也有清净寺啊，也有呢佛教的寺庙。接下来的纽奥良的前后才9个月，南亚的这个个案还没有结束，又来了一个卡翠娜的，所以呢，那是不是一旦搁再活用呢？后来我考虑了，我还是要再呼吁，要让大家知道，在这么多年来，我不断在呼吁，就是说。现在呢是怀教伫佛陀给咱教育的法华经讲起了大三灾小三灾，一直讲起了这个天下呢会慢慢啊一直进入这个破坏的时代。几10年来，真的是看到了，也体会到这种的坏教。大三灾、小三灾啊！2001年开始，偌年真多的国家呢，迄种的世纪性的大灾难啊！2005年。卡翠娜台风啊，伫8月29号这一天，纽奥良整个城市呢，差不多10至8成，迄个面积呢，拢浸的水里哦。那么，迄个损失啊，有1200多亿的美元哦，有25万外。人成为了气候难民。那一段时间呐，慈济人的投入救灾呢，如何来救，如何来安抚啊？在那样的大体育馆里啊，都是挤满了这一无所有的难民啊。那个时候，民间的团体要进入了这样难民的地区里去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只有红十字会
还有救世经，那再来就是慈济的团体。总计自2005年9月至2006年2月，针对卡崔娜飓风灾民的赈济援助，分布于全美的慈济人，在15个州共协助了2万多个家庭，5万8千多人，并与银行合作，首次研发出以兑领物资为主的现值卡，取代现金作为赈济之用。总计发放金额超过470万美元。给他这样现值卡，其实现值卡呢，就是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建议的，不要给现金，拿了现金呢很危险，我们用现值卡。再来是表达那一份的尊重，他需要什么，只要有这样的现值卡，他们选择他们所需要的，是只有跟他限制，这个卡不能拿酒，不能拿烟，其他的都可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评估的很多人需要呢看病，所以要动员人医会啊，还要有医疗的医材呀。我们加州呢有巡回的义诊车，里面呢仪器都有，他们呢日夜行程40个小时，意思就是说1-2千公里哦。这样的日夜车无休困啊，人呢轮流开哦。那一段时间啊，很多个州我们都接到了纽奥良灾民呢，受到了慈济人的抚慰照顾啊，这种的呼应啊，爱的效应啊，可以这样的摊开普及这卡翠娜灾民啊，一直到现在跟慈济还有互动的不少。2005年10月8日，巴基斯坦东北方的巴蜀克什米尔地区发生规模7.6强震，逾8万人死亡，300多万人痛失家园。在10月8号那一天啊，当我们花莲啊，为了纽奥良的这个受灾难啊，那么我们在这里做义卖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一片祥和，彼此祝福，彼此感恩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同样的天底之下，另外的一角，那就是巴基斯坦大地震啊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又更加忧虑重重。到底在这个地方，不知道它的灾难大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如何能去帮助他们？一直在寻找路线，一直到10月11号，我要出门，到了这车站啊，我们宗教处的英俊啊，跟德成他们追啊，把我追到了车站，华人车站，就向我报告说：“哦，找到了一条能到巴基斯坦的路线啊，等等等等。”那
就抱着这一份的希望，交代了一些如何赶快接上线，我们要如何呢来做布置，很忧虑，很不舍，很挂心。在新店结束以后，我就往台北分会啊。巴基斯坦已经呢汇起来了，有好几条线啦，都很支持，而且呢都愿意帮助。哇，这几啊条线拢是很稳当，可以让我们呢一步一步踏踏实实，可以呢走出去的。看在，所以呢，那龙董们也来报告啊，仓储里面还有多少可以国际救灾的物品，不管是穿的、吃的等等。那我就跟他们说，吃的跟穿的，那么我们也要去了解，在巴基斯坦他们吃的口味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的这生产线出来的有没有下因的考虑？请他们呢去探讨一下。所以还有要如何再开出来生产线货季的这个货源一定要出去，真感恩那真的也是许许多多呢感人的事情，也是在那一天晚上呢，为了巴基斯坦有哪一条路线，从国外有从约旦的路线，也有土耳其回来的支持，还有呢香港等等。慈济经过多方联系当地政府，积极接洽赈灾事宜，10天内首梯赈灾医疗团即启程前往灾区，进行义诊与物资发放，后续并陪伴将近1个月，总计2梯次的义诊，共服务伤病超过2300人次，分送超过12000条毛毯，1300多顶帐篷。接着又于隆冬之际，因应当地人的需要，发放搭建铁皮屋顶所需的芯片。土耳其的福基士他是虔诚的回教徒，他也会来到巴基斯坦来支援而且他承担也很重在约旦工作的秋华，巴基斯坦就是他们的王妃的娘家嘛，所以呢，约旦的国王皇宫里面对这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视，所以呢，由成吉思还有福基士呢，他们两边合起来投入在巴基斯坦，继续咱做也未完的代志。真的很感恩，这就是慈善国际化。那谈起了当地呢，白雪茫茫，一望无际但是呢，当地就是重灾区没有遮蔽的地方只靠着很单薄的这个帐篷，而且帐篷区里那种的冰雪不只是下雪，还常常下雨所以呢，当地也有一位宗教法官向我们要那个芯片 IM 片我就想到底他们要怎么样给他们一个安身之处。这块帐篷虽然是安尼大的，其实呢，那个内底拢水呢，因为直接接触到地所以这样他们也无法坐下来，也无法睡觉。到底呢，芯片给芯片到底呢，
墙壁怎么做的？伏基氏他自告奋勇说，以为造一抓，他要的芯片呢要怎么做？所以看到了，要给的有的地方呢，就是靠着壁，那个厝靠壁边啊，再个用石头贴起来，那面顶就是要看烟片。有的人啊，是开始有在做，只是欠面顶的烟片。真正是足可怜的这一些苦难人，到底他们怎么苦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们的苦呢，我们也伸手不到。所以呢，一手动死，千手动；一眼观死，千眼观。需要呢，把这样的菩萨群布置在全球，不分宗教，不分种族，能这样的人世间呢，才是真正的有苦有觉悟的人生。师父常常跟大家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感觉到来不及的感觉，因为呢，要净化人心啊。如何来启动人人的爱呀？好像呢，总是有感觉来不及的感觉。不过，一切都尽人事，所以呢，现在啊，要如何来安抚这一片大地啊？如何呢，能改善呢这个天气的气候？我常常跟大家说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其实这一句话呢，是因果啊。尽人事就是看你造什么因嘛，听天命就是成什么果嘛。我们假如人人呢都造善因啊，做好事，尽做人的本分，做好事，守好自己的道德伦理，自然啦，这个天地循环啦，这个气候的循环，它就真正的顺啦。各位，天下灾难啦，匹夫有责啦。虽然有这么多的国家离我们很遥远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应该尽一份心啊。